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今天不需要相亲，所以可以连续更新2个视频的琉璃。暗黑4的第3赛季呢，会在24号的凌晨开启啊。那么按照惯例，这期视频让琉璃分享一下自己在看完蓝帖和改动之后预估的第3赛季里各职业的排名啊，以供各位呢在选择职业的时候进行参考，或者说是进行避雷。那么按照当前已知的情报和改动啊，新赛季在综合情况下的职业排名呢，应该是第1法师，第2野蛮人，第3死灵法师，第4游侠，第5德鲁伊。那其中第1、第2和第4、第5的位置可能会受到赛季开启之后的改动与游戏机制的挖掘出现排序的翻转。那么琉璃的排名主要也是考虑了新赛季各种玩法的配适度。如果你在新赛季里还是打算继续嘟嘟坐牢，猛猛刷个2000次都瑞尔凑稀有暗金，那么可能就还是野蛮人更强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是新赛季的主题玩法简介，还有各个职业的排名依据啊。不过在新赛季开荒，最重要的呢是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尤其是在刷我们后面提到的赛季密库的玩法的时候，你也不想因为网络卡顿而被陷阱狠狠的殴打吧。所以琉璃推荐你使用悠悠加速器啊，它也是相当的老牌好用的加速器了。除了琉璃之外，各大主播也都在用，大厂品牌硬核技术啊，在品质上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尤其是呢，暗黑4在上赛季上架了 Steam， 现在游戏有战网、PS、Steam 还有 Xbox 各种版本啊。悠悠加速器呢，可以为所有的版本提供加速的服务。你点进不同的加速界面，还能直接从它左下角呢找到对应的资讯和教程。那么想要畅玩新赛季的话，选择悠悠准是没错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新赛季的主题内容，然后再聊一聊各个职业新赛季的玩法，还有他们的配适度啊。那在第3赛季里，我们一共是有3种全新的内容可以玩的，它们分别是呢机械构造体仆从赛季主题密库和奥数战力玩法，带有排行榜的试炼场要赛季开启1个月之后才会更新啊，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不聊它了。机械构造体仆从呢是需要我们完成赛季任务解锁的，之后它就会伴随我们征战庇护之地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强化它，主要就是通过安装控制石来决定它自动释放的技能种类，以及呢通过调谐石来影响这些技能。按照官方给出的画面，这个宠物在前期的输出是相当不错的。设计师还提过，宠物会继承角色的一些面板，包括攻强、暴击等等属性。所以呢，你的角色越强，这个小蜘蛛也就会越强，就是不知道它继承面板的方式会是啥。如果是随动面板的话，那么像暗影死灵这种可以大幅增加自己攻强的玩法里，小蜘蛛可能会非常的厉害。没准这才是暴雪砍暗影邪豹的原因啊。奥数战力这个玩法有点类似第2赛季的绿潮，我们在赛季旅程进行一部分之后，就可以在庇护之地的到处发现奥数战力的任务了。起码赶到这个任务区域，我们做任务就行了。看暴雪的演示啊，基本上也就是打怪呀，或者拆柱子读条之类的。这个主题呢，我推测它的机制是跟绿潮差不多了，就是不知道它能不能给我们低于点数。给的话呢，应该就是赛季里必刷的主题了；不给的话，就只能作为开荒前期的装备支持。总之呢，奥数战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做完，然后给我们较多的装备，让咱们在开荒期间可以效率成型。当然你要去刷毕业的装备，还是得90层大秘境或者是刷门票去打嘟嘟都瑞尔了。在完成了奥数战力之后呢，除了常规奖励之外，还会给我们结界蜘蛛和碎裂石。碎裂石是可以用来强化调谐石和控制石的，主要是用来强化我们的小蜘蛛，而结界蜘蛛则是用来获取赛季主题玩法密库的 buff 的。密库呢是一种赛季里的全新地下城，其中除了怪物之外，还会拥有大量的陷阱。那么结界蜘蛛可以按照1株3层的比例，在开启密库之前给我们身上叠 buff。我们在密库里挨一次陷阱啊，这个 buff 就会掉1层。如果在打完密库的时候，你身上还有这个 buff 在，那么就可以额外开启一个宝匣了。暴雪给的演示视频里啊，这个宝匣最少也有3个传奇，用来在前期刷威呢，应该是很不错的。就是不知道呢，它的噩梦版本能不能同样在90层之后必出925的装备？可以的话，我们甚至能在这里效率的刷925的威能。这个密库打法对近战职业，比如说野蛮人和德鲁伊可能不是很友好，但是对法师和游侠这样机动性很强的职业来说会比较舒服。不过结界蜘蛛可以换的 buff 层数很多啊，你也可以选择多干珠子，然后一次性带2到3层 buff 下密库，一路的高歌猛进就是了。那么了解这些玩法之后呢，大家也应该能稍微理解琉璃的排名依据了。
按照目前的内容看啊，新赛季是没有屠宰场这样的高压环境的，所以法师在新赛季里就算电球挨刀了，他配合小蜘蛛也一样可以轻松完成各种场景的挑战。你无论是玩暴风雪啊，加强之后的火球陨石啊，甚至是最古老的冰片玩法，或者是最新鲜的电弧玩法，都是可以去效率速刷赛季主题的。只要你刷到无限法医还有合同，就能用极低的冷却的传送横行庇护之地了。不过这赛季琉璃是选择玩野蛮人起手的，所以呢，各位想要找法师攻略的朋友，建议你们去关注一下沙耶法神啊，他应该会给赛季前期的玩法参考。那野蛮人在这个赛季虽然也挨了不少的刀，但是同样也获得了大量的加强。赛季前期开荒好用的冲锋加强了10倍不说，其他的关键被动也得到了强化，开荒阶段也不用绑定3吼回怒了，而且就算伤害被砍了，在当前版本也依旧是溢出的。新赛季你想要秒嘟嘟，那估计还是得看他，就是刷赛季的密库，可能他的强度不太够，因为野蛮人还是个纯近战职业，躲陷阱可能会有点吃力。这个赛季呢，琉璃会选择野蛮人起手直接开冲，赛季前期也应该会更新比较多的野蛮人的攻略。死灵法师呢，在新赛季的表现啊，就得看设计师给的新玩法骨灵的强度了。因为像老玩法，比如说血勇、血毛，他们都受到了压制改动的影响，而暗影打法本身也遭到了较大的削弱。不过对于暗影施暴来说，推进度应该还是没啥压力的。而之前比较痛苦的 BOSS 环节呢，没准可以靠继承面板的小蜘蛛来解决。而骨毛跟骨灵啊都是加强，就是得看新威能的具体的联动了。如果是理想状态的话，骨灵死灵很可能会成为新版本里非常优质的选择。当然了，纯招的情况也依旧很拉垮就是了。就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啊，如果小蜘蛛给力，那死灵的纯招是不是就支棱起来了呢？但实际上，因为小蜘蛛是继承角色面板的缘故，它如果表现出色的话，我们直接牺牲掉骷髅和法师，然后给小蜘蛛转化面板才是最优解啊。当然了，死灵刷密库也不太行，主要就是跑的速度是不算太快的。就算你是能靠血雾无伤过陷阱，那么也很可能你刷一把的时间，法师已经拿到第2把的奖励宝匣了。新赛季的死灵呢，应该是琉璃第2或者第3个尝试的职业。如果你要在赛季前期找死灵攻略的话，可以找一下秋叶。如果他没摸的话，大概率会出死灵的前期玩法攻略。那游侠在新赛季的表现很可能会比死灵要好，但琉璃依旧把他的位置放在死灵后面。原因是呢，游侠的回旋刀锋啊，很可能在返还的时候砸中了设计师的后脑勺，以至于他在新版本中对毒灌注刀锋这个游侠玩了2个赛季的主流玩法进行了几乎灭绝式的削弱。虽然给远程的加强看起来还是很给力的，但是其他职业可是老玩法还能玩的情况下，继续给了新玩法的加强的。这个赛季呢，琉璃也会尝试一下远程游侠的，不过赛季前期应该是不会去玩它的。想要找游侠攻略的话，建议各位关注一下陈一豪啊，他新赛季应该还是会坚持玩游侠的。而就算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的游侠，也在第3赛季里得到了全新的远程玩法。那么在全职业里，是谁在 S3 赛季只有一部分的被动加强，又没有新玩法，而且还被砍掉了之前最强的玩法的呢？没错，他就是德鲁伊。第3赛季里，暴雪直接重做了德鲁伊的迷踪野兽被动，让这个可以吃到2次加成的玩法成为了历史。与之相对的是，加强了老玩法雷暴和狂犬撕咬。我整体的改动看下来，除了雷暴速刷之外，德鲁伊应该没有啥特别大的玩法更新。没准新赛季小德要去辅助小蜘蛛了。不过德鲁伊琉璃玩的不多，希望他在新赛季的表现能够出乎我的意料吧。关于这个职业的攻略呢，大家可以去看看蓝盟军的。那么呢，我是准备熬夜备战第3赛季的琉璃，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